接电话，有信号，别接电话。我听到有人在叫我啊！谁啊？哎呦，没人叫你，过来，谁有人叫我？没谁有。哎，好。知道掉头。不是你去哪儿？掉头！许妍前一秒还在 KTV 里醉生梦死，下一秒却和前夫好命哥滚起了床单，身上还穿着不属于自己的男士衬衫。而更离谱的是，他的姐姐乔玲和姐夫徐一鸣正坐在楼下，手里拿着一段监控录像，准备对两人公开处刑。而这一切都要从昨晚那场庆功宴说起。女人名叫许妍，是一位刚刚在设计大赛上崭露头角的女老板。她的前夫豪门公子沈浩明也出席了宴会。面对前夫深情的注视，许妍却视而不见，周旋于各个商业伙伴之间，尽显女王风范。沈浩明看在眼里，醋意大发，只能借酒消愁。而另一边，许妍虽然事业得意，但情感的创伤让她也喝得酩酊大醉。混乱中，两个同样心碎的人被各自的朋友送回了家。没想到，喝断片的许妍竟迷迷糊糊地报出了前夫家的地址，而沈浩明也被朋友送回了同一个地方。两个损友为了省事，干脆把这对冤家扔进了同一间卧室。第二天清晨，宿醉的许妍和沈浩明在同一张床上醒来，场面一度尴尬到极点。他们还没来得及弄清状况，就被朋友们叫下楼观看昨晚的精彩回放。监控里，两人最后的行为简直让人大跌眼镜。他们先是为房子的归属权吵得不可开交，上一秒还水火不容，下一秒却又如胶似漆地抱在一起亲吻。许妍甚至指着鱼缸里的金鱼，霸道地指挥沈浩明下厨。看着视频里那个撒娇耍赖，与平日里高冷形象判若两人的自己，许妍尴尬地想钻进地缝。就在这时，一个不速之客的到来让气氛更加诡异。沈浩明的母亲突然提着早餐上门，看到儿子和前儿媳同床共枕，顿时喜笑颜开，立刻上演了一出强势逼宫的戏码。他不仅热情地撮合两人，还以孩子的名义要求许妍搬回家住。许妍不堪其扰，只好借口公司有急事，仓皇逃离了这个是非之地。他下定决心要靠自己的力量彻底摆脱沈家的控制。幸运的是，许妍的事业迎来了新的转机。他创立的品牌研一方因为大赛获奖而声名大噪，订单接到手软。更让他惊喜的是，古北镇的文旅主任竟亲自找上门来，邀请他合作开发当地的非遗草木染工艺，这恰好与他未来的发展规划不谋而合。正当许妍为事业的顺风顺水而欣喜时，沈浩明的一个电话再次打乱了他的心绪。他邀请许妍一同参加一个重要的晚宴，宴请的是能决定他公司未来海外市场的关键人物巴莱金夫妇。然而，就在许妍前往晚宴的路上，一个神秘电话如晴天霹雳般击碎了他对前夫仅存的一丝幻想。电话那头是沈浩明的死对头史蒂夫，他毫不留情地揭露了一个残酷的真相：沈浩明之前对许妍的所有帮助，包括在媒体面前力挺他，帮他解决品牌危机，都不过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商业表演。他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巴莱金夫妇面前营造模范夫妻的恩爱假象，从而拿下与巴莱金集团的合作。史蒂夫甚至爆料，沈浩明已经雇了营销号在餐厅外偷拍，准备把这场戏演得更逼真。这个消息让许妍如坠冰窟。原来所谓的深情和挽回都只是为了利益的算计。心碎的许妍带着满腹的委屈和愤怒走进餐厅，但她没有当场发作，而是决定将计就计，陪他演完这场戏。晚宴上，许妍巧笑倩兮，与沈浩明配合得天衣无缝，两人举手投足间的爱意让巴莱金夫妇赞不绝口，当场便对合作表达了强烈的意向。当贵客离去，虚伪的假面终于被撕下，许妍的眼神瞬间冷了下来。她一字一句地质问沈浩明，将他利用感情算计一切的罪行全盘托出。就在沈浩明百口莫辩之际，他的助理突然抓着一个鬼鬼祟祟的狗仔闯了进来。原来这个偷拍者并非沈浩明所雇，而是史蒂夫派来意图破坏晚宴、制造丑闻的棋子。真相大白，可许妍的心却再也暖不回来了。他明白有人在暗中捣鬼，但他也看清了沈浩明骨子里的商人本性。他冷漠地告诉沈浩明，他已经还清了这场晚宴所代表的人情，从此以后他们之间只剩下利益交换，各取所需，做不了夫妻就当朋友。说完，他毅然转身离去，留下沈浩明一人站在原地，满眼都是无尽的悔恨和痛苦。
将爱情彻底定义为一场交易后，许岩能否真正做到心如止水？